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刘的频道。本期视频来谈一谈信仰和宗教的问题。华人来到西方社会，往往都会遇到信仰和宗教方面的文化冲突，尤其是对宗教，常常会有一种很迷惑或者分裂的态度。很多人视宗教为迷信，也有很多人一方面向往基督教文明的氛围和成果，另一方面却又纠结于无神论教育的束缚。还有一些人则完全是基于实用主义的观念投入宗教的怀抱。这一期视频就来谈一谈我的感想，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信仰和宗教？一个尊重科学的人应如何看待信仰？人为什么要有信仰？首先要说清楚什么是信仰。一般来说，信仰指的是对人类之上的某种超自然、超世俗世界的坚定不移的相信。所以信仰这个概念包含了两个主要特质，一是笃定，二是谦卑。而这两个特质是很多美德的基础。从人类的历史看，信仰往往是一个社会道德文化的根基，因为信仰会决定一个人最基本的价值观。广义的信仰可以包括对各种观念的信仰，信仰儒释道是信仰，信仰祖先之灵是信仰，信仰共产主义是信仰，信仰民主自由是信仰，信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也是信仰。甚至有人说，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也可算是一种信仰。但是这些并不都是我想说的信仰。首先，我认为如果相信的不够笃定、不够坚定，就算不上是信仰。鲁迅先生说，很多中国人得意时信儒，失意时信道，绝望时信佛。如果信仰随时可变，其本质是没有信仰。其次，如果相信的不够谦卑，没有敬畏之心，也不能算是信仰。因为信仰不同于普通的相信，还因为信仰这个词里有仰望的仰字，所以我所说的信仰是狭义的信仰，指的就是对神的信仰，是对超越死亡、超越世俗世界的精神世界的信仰，是对不朽的灵魂的信仰。但是这里的神灵未必需要归结为一个人的形象，所有超出人类认知范围的高维世界都可以归结为神。尽管人类对神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称呼，用各种不同的名词，比如上帝、真主、佛祖等等。一个人是否有信仰，关键要看这个人对神、对未知世界、对灵魂世界是否有笃定的敬畏之心。信仰不一定是宗教，但宗教是信仰最常见的形式。宗教可以说是信仰的组织化、教条化、具象化的形态。关于宗教信仰，我有两个最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判断是有信仰好于无信仰。第二个判断是信仰也有好坏之分。如何判断一个信仰的好坏，是有一些简单的标准的。先说第一个判断，有信仰好于无信仰。人类需要信仰，一个人民普遍有信仰的社会，一般要好于一个人民普遍没有信仰的社会。这是因为信仰是道德的根基。我在前面谈善恶的视频中曾经提到过，古文的善这个字的本意就是对神灵发出的誓言，符合神意的就是善的。信仰的本质是对道德真理的追求，对善的追求，对超脱世俗世界的精神世界的追求。用宗教语言来说，就是对神的服从。在一个有信仰的社会，人民有着普遍的精神追求，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建立在稳定的对神的坚定信仰之上，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就会比无神论、无信仰的社会要高。信仰使人能够坚守某种确定的价值观，当然无神论的社会也会有自己的道德体系，但是无神论社会的道德体系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上的。这种建立在人和人之间关系上的道德体系，要么是基于血缘关系，要么是基于权力关系。比较典型的就是儒家社会，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基于血缘关系和基于权力关系的服从性的道德融为一体。在这种道德体系下，道德缺乏恒定的标准，因为道德取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族群社会中的亲疏关系，要么是丛林社会中的弱肉强食的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人们不相信一个公正的全能的神的存在，那么人们也就不会相信世界上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人们只能服从血缘或权力的安排。在没有信仰的社会，
道德败坏几乎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当人们遭受不公正时，就只能够慨叹老天爷瞎了眼。可是老天爷为什么会瞎眼呢？其实正是因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缺少对老天爷的信仰，缺少对神的信仰。从结果看，这种基于无神论的道德体系是有缺陷的，它本质上是基于对人的服从，而不是对神的服从。它既导不出自由，也导不出平等，所以它自己注定无法走入倡导自由平等人权的现代文明，是基督教经过宗教改革孕育出的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思想，带领世界走出黑暗和愚昧，带来现代文明的曙光，是基督教首次兴起公立学校的理念，也是基督教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大学。著名的牛津、剑桥、哈佛等大学都起源于基督教，而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思想也都是由西方的传教士带来的，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无神论非但不能导出自由和平等，它也同样导不出科学，这一点似乎和人们的常识相违背。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有神论是迷信，无神论是科学。可是纵观科学史，科学其实是在宗教信仰的滋养下逐渐发展和传播的，甚至有种说法是科学是神学的婢女。很多早期的科学家都出身于神学，他们是在信仰的支持下独立地追求真理，竭尽所能探索未知世界。他们虔诚地探索自然规律，是为了尝试建立与神的联系。这实际上是科学史上科学发展和传播的一个最大的动力。很多科学家在遇到科学难题时会祈祷，会从信仰里汲取力量。也有很多科学家在发现了自然界的精妙规律后，会和牛顿一样赞叹：如果没有上帝，这怎么可能？信仰和科学看似矛盾，但其实它们是人类必须的两个互补的领域。科学讲求实证，讲求质疑精神，科学可以不断地推翻之前的结论，持续进步，但科学也永远有自己的边界。在科学之外的领域，在超出人类认知范围的领域，只能交给信仰。信仰关照的是精神世界，解决的是价值观的问题，这是单靠科学无法解决的。我们做事实判断时要依赖于科学，但是做价值判断时则要依赖于信仰。可以说，科学研究的是物质世界的相对真理，而信仰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绝对真理。这里的真理不是指科学规律，而是指符合自然法的决定善恶的真理。科学讲究质疑，质疑才能进步，而信仰则要求坚定的相信。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越相信就越有效，这是为什么呢？信仰的本质实际上是看我们对于未知世界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尤其是我们是否相信世界上有绝对真理的存在，是否相信有超越死亡的意义。这是一个在科学边界之外的问题。对于未知世界，我们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但是一个坚定的信仰能给人类带来无神论所无法企及的归属感、喜悦、美和道德确定性。信仰可以使人类在面临挣扎、痛苦甚至死亡时能够享受到希望。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着巨大的复杂性，如果不能屏蔽这种复杂性，人的认知系统很容易陷入无穷无尽的消耗中，而信仰就可以用来屏蔽这种复杂性，使我们能够在复杂的世界中得以安然的生活。举个例子，如果让我在悬崖边上行走，路大概有2米宽，但是两边都是悬崖，我是不敢走的。其实如果在平地上给我画出一个2米宽的通道，我走过去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通道两侧就是悬崖绝壁，我就不敢走。这时影响我的不是我的行动能力，而是我的认知，是我大脑里的东西。大脑里老是想着掉下去怎么办，就没有办法走得稳。如果想安稳地走过去，有一个办法，就是给路的两边加上护栏。有了护栏，我可能不用真的扶着它们也能够走过去。护栏只是给我的认知画了一个边界，心里面不害怕了，走的也就稳了。这时我只要相信有这个护栏，我就能够专心走路。至于它是不是真实的，反而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是否真的相信这个护栏。信仰就像这个护栏，我们越是坚定的相信它，它就越能够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支持。
你也许会说，没有理由的相信一个事物，没有实证就相信神，不就是迷信吗？确实，信仰和迷信这两个概念有相通的地方，但是迷信一般是指那些已经被科学证伪的信念，而真正的信仰是在遥远的不可证伪的领域。人类需要信仰，但是单凭理性达不到信仰的彼岸，在信仰和科学理性之间永远存在着一条鸿沟，这也是现代人的一个普遍的精神困境。前面说过，科学理性是在宗教信仰的滋养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同时科学理性也在不断地侵占传统上属于宗教信仰的地盘。尤其是从18、19世纪以来，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蓬勃发展，宗教在很多领域的传统地位被打破，人类出现信仰危机。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的口号，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开始探索人类的纯粹的理性，但人类纯粹的理性始终无法取代信仰能够带给人类的价值基点和终极关怀。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各种独断论和最终结出的唯物主义果实，并没有能带给人类更好的生活，反而带来了诸多的灾难。生命的终极意义，对于死亡的恐惧，在这些难题面前，如果受困于人类的理性，只会让人陷入迷茫。再高深的理性也有边界，也需要一个逻辑起点。对于生命意义的探求，始终需要信仰的支持。丹麦哲学家科尔凯郭尔说，对于追求信仰的人来说，我们无法靠理性来证明信仰是否是真的。这时候只有鼓起勇气，纵身一跃，才有可能越过这道鸿沟。这一跃是到达彼岸还是跌入深渊，我们无法通过理性来判断，但是我们知道，只有跨越这道鸿沟，我们才有可能从无尽的空虚中被拯救出来。最后再来说说我的第二个判断，那就是信仰也有好坏之分。人类的各种信仰都经历过蒙昧的时代，有些信仰滋养了科学理性，孕育出了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有些信仰经受了科学理性的洗礼，日趋世俗化。但是也有些信仰食古不化，比如逐字逐句固守古老经文的原教旨主义；还有一些信仰漠视生命的价值，热衷于讨伐异端，甚至成为邪教。在我看来，历史上宗教社会的蒙昧、败坏和相互的仇杀，主要不是信仰本身的问题，而是宗教权力垄断的问题。宗教改革之后，教权的垄断被打破，信仰里逐渐生出自由和理性之光，而自由和理性反过来又可用于甄别信仰。一个好的信仰应该鼓励独立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既不应违背理性，也不应受到任何人的控制和绑架。一个好的信仰者应该既虔诚又宽容，虔诚是对自己的要求，宽容是对别人的态度。因为追求信仰就是追求真理，而真理一定是有其自身的力量的。真理无需靠打打杀杀，靠强迫别人来推广。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美国是由一群既有信仰又有自由的人建立的。美国小学生几乎每天都要练的国旗宣誓 Pledge of Allegiance， 其中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 One Nation and God 所代表的信仰，另一个是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所代表的自由。可以说，宗教信仰的自由是美国的立国根基，也是美国繁荣昌盛、受到上天眷顾的根本原因。心灵的需求是人最深层次的需求，而心灵的需求只有信仰才能满足，只有信仰才能够带来对人的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尊重。在有偏见的人看来，信仰是一种愚昧，而在有慧根的人看来，拥有信仰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大智慧。智慧这个词可以拆开来看，智是适应变化的能力，而慧是不变的愿景和定力。智来自于理性，而慧则要靠信仰。理性和信仰的结合才是完整的大智慧。好的信仰带给人心灵的平安，使人接受自己，心怀感恩，不论境遇如何，都能够对生活充满希望，从而获得一种持久稳定的幸福感。事实上，著名的皮尤调研也发现，积极信仰宗教的人普遍比无神论者和那些什么都不信的人更加幸福。
从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来到美国这么多年，参与教会活动的那些日子，那些学习圣经、齐唱赞美诗的日子，确实可以说是我生命中最为喜悦的日子。我无法否认，这是上帝的恩典。对于深受无神论影响的人们来说，如果你有孩子，你会如何给孩子们讲述关于死亡的话题呢？与其按无神论的说法一口断定说人死后都会变成毫无意义的灰尘，否认生命的意义，不如赋予他们信仰的能力。这不仅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美德，也会诱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促进他们自己主动去探索未知世界，去探索神的旨意和生命的意义。当他们获得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来到理性的边界时，他们终有一天会开始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存在。而不管上帝是否真的存在，这时他们就必须要通过自己的思考，破除权威，来调整和建立自己的信仰。相信这样的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会比自小的无神论教育带来更思辨的大脑和更健全的人格。最后声明，我不是基督徒，以上只是我作为一个慕道者的一点感想。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欢迎订阅、留言、点赞，谢谢大家的支持。